我宣布，无尾的小白鼠缝合处整齐，无尾胜。邱会长，瑶瑶只是刚刚掌握了这种缝合术，她缝的是丑了一点，但是真正的缝合术，她缝的不仅仅是表皮，还有神经啊！起死回生。够了！就是因为听了你的话，我才输了比赛。你和以前还是一样。瑶瑶，瑶瑶！小白鼠活过来了，它果然是鬼道神医。向右转，进国营，李斌。国主，佘小家为国家，国之栋梁，民之脊梁啊！仲基，你是我的恩人，更是大夏的恩人。谢谢国主，我这一生无愧于大夏，唯独愧对于我女儿。这20年来，我没有尽到过一天做父亲的责任。这次回去，我一定要好好的弥补她。谢谢国主批我的大驾。华济医院院长，我女儿都当上院长了，有出息。医生，夫妻2人同时被钢筋贯穿，已经失去意识了。钢筋距离心脏只有2公分，稍有偏差，动脉就会破裂。如果再不救，5分钟过后，这2个人都会死。快，手术室！走。先别动。不行，救不了。如果拔出钢筋的话，2个可能都会死。找花院长，或许他有办法。快快走。瑶瑶的医院可不能死人。钢管距离主动脉不到2公分，找准30度角度，不能倾斜1度。钢筋拔出来了，怎么可能？2厘米粗的钢筋拔出来，2人都没有大出血。此人医术登峰造极。医神，他是医神，他一定还在医院，快把他找出来。若是能得到他的指点，我们华济一定可以成为海城第1医院。瑶瑶，爸爸回来了。话正紧了，你怎么还有脸回来？爸爸，求求你别走，妈妈身体不好。大夏最高机密，国土定位，只有鬼道神医您才能救治。瑶瑶，让他去吧。秀兰，对不起啊。来了。妈妈，爸爸，你不是医生吗？你为什么
15年前，我是为了给国主治病，所以才为国主治病。你以为你是鬼道神医吗？他品性高尚，医术卓绝，为大夏医疗奉献终身，是我终身追随的榜样。而你就是一个抛妻弃女的废物。知道我为什么要学医吗？就是不希望我们家的悲剧再重演。瑶瑶，当年的的确确是我对不起你们母女，但我真的没有撒谎，这对夫妻就是我救的呀。你救的？对啊。你一个只会开感冒药的乡下村医，你能做什么？你抛弃一个病重的妻子，现在还要冒充鬼刀神医，我真的看见你就恶心，不服！不好了，院长，仁爱医院的人又来找茬了。走。华瑶，我今天是来收购你的华记医院。是仁爱的吴院长，听说他最近刚拜鬼刀神医的徒弟王权为师啊！他行医30年，能力仅次于鬼刀神医和王权医师之下。王权，他什么时候收了这种人？华记医院这么好的地理位置，医患病人丰富，你们这些蠢货霸占着这么好的医院，真是浪费呀！你们仁爱不但让给病人开检查，还要向病人索要红包，收购我们华记，想必也是为了敛财吧？良财善用，能者居之。小丫头，你医术不精，就应该退位。区区鼠辈也敢欺负我女儿！邱会长，您掌管着全球医疗协会，可谓是德高望重。既然今天您在这儿，不如给我们做个见证。见证？我要跟华记医院比拼医术，如果你们赢了的话，我不但撤销收购，而且呢，我还会送你们10台价值1000万的血库机。但是你们要是输了的话，那这华记就是我的了。比什么？他的身体。海城首富之子高耀祖因摩托车爆炸事故躯体毁了，只能靠特效药来吊命，只有换头手术才能救他。你不会是想……没错，我就是要跟他比，谁能完成这世界第一例的换头手术。换头手术极其复杂，全世界只有鬼刀神医才有把握。吴伟行医30年，而且他的祖师是鬼刀神医，院长才行医几年，这肯定赢不了啊！怎么不比呀？那就签字子弹。华记是瑶瑶的心血和梦想，我一定要帮她守住医院。不就是换头手术吗？我们比。不就是换头手术吗？我们比。华仲景，你就是个乡下来的村医，就算你是我爸，你也不能替我做这个决定。想反悔啊？晚了！就你个村医，还敢接受这样的挑战？你完蛋了！是吗？都怪他，害死我们了！老总，华记答应了，这回你安心了吧？有了这场关乎医院存亡的比试，我相信你们2家医院定会全力以赴，保我儿子安然无恙。
高手黑白两道同时，如果咱们输了，别说是做医生，连活着都难啊！我的嘴！邱会长，这事儿您觉得呢？既然挑战已接，我便做个裁判，换头手术关乎人命，失败者吊销该医院行医资格，永久性封杀。瑶瑶，你相信爸爸，我们不会输的。我相信你。你开过刀吗？你上过手术台吗？你以为你是能够比肩鬼刀神医的人吗？你以为你是像鬼刀神医那样挽救华夏命运的救世主吗？你只是个无能的村医。瑶瑶，这些你都不用担心。总之啊，我一定会帮你守护住华记。邱会长，病人只有一个，谁先做手术？换头手术的难点不在于表皮，而在于脊髓的神经链接和存活。不如先比一场小白鼠的腹部缝合，谁赢了，这场世纪手术就由谁先开始。我同意。小白鼠的血管只有 0.5 毫米，甚至比头发丝还要细，必须登峰造极的缝合技术才能够成功。这是一场硬仗。连白鼠血管都缝合不了的庸才，没资格上手术台。废话少说，开始比赛吧。金针错了，回血管。胡说什么呢？院长金针怎么会错？今天我就让你们大家见识见识，什么是真正的缝合术。0.6秒完成3个八字缝合，瞬间完成打结。别慌，从这里入针，一侧到另一侧做结节缝合。这是鬼刀神医的十字缝合法。相信爸爸。瑶瑶，按照你爸说的做，快！缝合整齐，仿佛是一件艺术品。无尾的缝合术已经达到这种程度。缝线像蜈蚣一样丑陋，你没资格跟我比。我宣布，无尾的小白鼠缝合处整齐，无尾胜。邱会长，瑶瑶只是刚刚掌握了这种缝合术，她缝的是丑了一点，但是真正的缝合术，她缝的不仅仅是表皮，还有神经啊！起死回生。够了！就是因为听了你的话，我才输了比赛。你和以前还是一样。瑶瑶，瑶瑶！没活？难道是我看错了？那不是鬼刀神医的十字缝合术。小白鼠活过来了，他果然是鬼刀神医。人体颈部血管众多，换头手术需要医生的刀法稳、准、巧，不能有一丝的疏忽。今天谁能完成手术，就是高家的恩人。要是让我儿子死在了手术台上，我便打断他的双手，让他终生不能从医。高宝，我可是传承了鬼刀神医的量子微创刀法，这台手术我有10分的把握。
神医是医学界的里程碑，我若能得他一分传承，定能攻克疑难杂症，拯救更多的人。王权尚不能独立完成换头手术，你不过是跟他学了一点皮毛，就妄想成功，你简直是不自量力。你个赤脚大夫，有什么资格质疑我的医术？今天能让你们亲眼看着我完成这台历史性的手术，也是你们这群垃圾的荣幸。错了，他的落刀点是在最少出血量，你不懂就别乱说。正常情况下没有问题，但这个患者有甲状腺肿瘤。这村医吹的倒是煞有其事，如果真有肿瘤，无尾落刀的位置，很可能导致大出血。医术不行，还想编造谎言，阻止吴医生救人，马上停止手术！我看谁敢阻止吴医生救我儿子！再不停止，你儿子很快就会血崩的。吴伟用的是量子微创刀法，他的刀口连肉眼都很难辨别，怎么可能大出血？不好，患者真的大出血了！怎么可能？人都会血崩？我用的是神医传承下来的量子医学刀法，怎么可能大出血？吴伟，他妈给我出来，赶快换人！都怪这个村医，是他阻碍了我做手术，我才不小心划破了肿瘤。只有我能救高耀祖。华济医院，你们去。大出血严重，高耀祖必死啊！院长，我们不能再比了。你是院长，您去。我救不了他。救不了？怎么救不了？我来。华正景，你就是个乡下村医，你没做过手术，你连我妈都救不了，你要毁了我们医院吗？华瑶，让你父亲试试吧。你真行？沙漏流完之前，你儿子不行，我自废双手。可如果我成功，以后谁也不许再打华济的主意。华正景，你不能去，你会害死高耀祖的。瑶瑶，等我完成了手术，你就会相信我是真正的鬼道神医，就会明白爸爸这些年到底都背负了些什么。手术服，身体结构匹配。瑶瑶，我一定能够帮你守护住华济。手术要是失败，华济的人我一个都不会放过。华重启，你为什么要一而再再而三的毁我人生？我行医30年都救不回来的人，他一个乡下来的赤脚大夫能行？我完成不了的手术，他绝对不可能。不，这怎么可能？完美的避开所有的主血管，几息间摘掉脑袋，刀法犀利，眼睛像 CT 机一样。他不就是一个乡下村医吗？为何手法如此精湛？开始缝合了，现在才是手术的关键。高耀祖的神经在被快速的缝合。他怎么可能有这么完美的阵法？
手术完成了。我儿子为什么没醒？他为什么没醒？高总，我看就是华家的妇女故意害死你儿子，你可不能放过他们呐！华仲景害死了我的儿子，要你女儿偿命！哎，高总，高总，华仲景，我恨你！等等，高耀祖醒了。病人生命体征消失。耀祖，一个庸医害死了我儿子，我死都不会放过你们妇女的。高总，这其中定有误会，我相信华医生他不会失败的。邱会长，刚才这个庸医当着众人的面亲手杀了人。高总，你儿子没有死。到现在为止，你还不肯承认错误吗？你杀了人，你还害了他们。你知不知道，他们都至少要苦读8年才能够成为医生，就因为你的一时冲动。他们现在不仅背上了医疗事故，还将永久失去行医资格。华重启，我怎么会是你的女儿？瑶瑶，我没有杀人。杀戮刘完之前，高耀祖一定会醒来的。来人！等等，高总，沙漏还没有流完呢。等沙漏漏完，高耀祖的尸体都凉了。害死了我的儿子！让你偿命！你要干什么？这条命我还给你，下辈子我不要再做你的女儿了。可惜我再也没有机会成为神医那样济世救人的医生了。送死吧！不要啊！住手！小主，小主，瞎子爸爸，他果然是鬼道神医，名不虚传。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他怎么可能完成换头手术？我知道了，原来是这样。他醒了？难道你真的是鬼道神医？瑶瑶，我跟你说过的，爸爸当年的确有不得不走的理由啊。我这么多年没有回来，是因为国家需要我。你可真能装啊！吴伟，你胡说什么？农村来的赤脚袋会给畜生用药，给人用，强行续命，高耀祖同样会死。华医生是我高家的恩人，竟敢污蔑他！换头手术有问题，高耀祖他是回光返照，还敢诅咒我的儿子！你这种人就不配当医生！给我毁了他的双手！慢着，慢着，慢着，高总，你别被这个庸医给骗了，你儿子马上就会死啊！小祖，你看，他死了吧？这个庸医，你不是给我儿子就好了吗？啊，怎么回事？说！我怎么这么傻，竟然还是信了你的话？你就只是一个村医罢了，你根本不是大名鼎鼎的鬼道神医。瑶瑶，爸爸没有骗你，高耀祖只是产生了排异反应，暂时陷入了假死状态。假死？是说药主还没死？对，
只要降低他的排异反应，你儿子马上就会醒来的。还不赶快给我救人！血浆置换，这就是传说中的换血手术，将血液中的杂质排出，再重新输入体内，降低排异反应，唤醒假死之人。够了，别再说了！假死之人不会有心跳，高耀祖已经没有心跳了，他已经是具尸体了。人的心脏最多停跳4到6分钟，如果在这个时间内不给他换血的话，你的儿子必死无疑。高总。大夏讲究的是落叶归根，令郎的身体现在是志愿者的，我提议拆除缝线，还令郎一个全尸。绝对不行！如果摘了高耀祖的脑袋，假死就会变成真死的。拆掉缝线，万一耀祖还活着呢？高总，你清醒一点吧！你儿子已经没了心跳，别再自欺欺人了。我到底在期待什么呀？就因为信了你的鬼话，高耀祖人没了。什么为了大夏才不回家，全是谎话。瑶瑶，他毕竟是你的父亲，他不配，他一德败坏，是为了求得我的原谅，满口谎言，冒充神医。高总，听说如果不是全尸的话，阎王都不收啊！来人，把他给我摁住！吴院长，把我的儿子身体换回来，把身体换回来，入土！高总，你如果让卢伟摘下你儿子的脑袋，你就是手刃亲死，你知道吗？你杀害了他的儿子，还让父亲背上弑子的骂名。华瑶，你是纵容你的父亲伤害逝者吗？够了，华成景，你杀了人，难道你的心里连一丝愧疚都没有吗？人命至重，有亏千金。我作为一个医生，我绝不会害死我的病人的。高总，你相信我，你儿子真的还活着呀！可他现在的性命只剩最后3分钟了。高总，不用3分钟，1分钟，我就能将你儿子的身体还回来。你换脑袋比听你的简单多了。不可以！死人睁眼了，诈尸了！耀祖，耀祖，你要是活着，就跟爸爸说句话。我行医这么久，从来没见过这么离谱的病例。这是高耀祖意识到了死亡的危险，身体产生的自救反应。吴院长，你干什么？耀祖要是活着的话，早就眨眼了。你看他有反应吗？耀祖要是死了，他怎么会睁开眼睛？那只是脑干的自然条件反射而已。耀祖已经没有心跳了。脑干反射，确实曾经有过这种案例。我还以为手术成功了呢，这个乡村医生们救醒了高耀祖，我们就不用失业了。可是这还有2分钟，高总，再不施救的话，你儿子就真的要死了！你给我闭嘴！华仲景明明是鬼刀神医，手术不该失败。耀祖，爸爸先把你的身体换了，然后再让这个庸医去陪你。吴医生，动手。吴伟，如果是你，明明有意识，却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脑袋被摘掉，这将是世界上最绝望的死法。对啊，邱会长，高耀祖已经没有心跳了，我只是还他一个身体而已。
要谁敢上前一步，我就让他面目全非！狗急跳墙啊！损害尸体啊！怎么，你也配当个医生？那都是你们逼的！我只需要30秒，我只要30秒，我就能让你们口中的死人变成活人！你救人就是给尸体放血啊？那是换血，是换血呀！只要解决他的排异反应，这个人生就会醒过来。小心！吴伟，高总，事已至此，再给华医生一次机会吧。对，给我一次机会。邱会长，你不要被这个庸医给骗。华瑶，你口口声声说医者仁心，怎么现在就眼睁睁地看着你的父亲损毁尸体吗？你配当个院长吗？华正姐，当年你就害了我妈，现在你还要害了我的医院吗？瑶瑶，当年的确是我对不起你们母女，但我身为国医，我实在是迫不得已呀。现在只需要再给我20秒，我就能让他醒过来，证明爸爸没有骗你。华正姐，华院长，瑶瑶，你干什么？瑶瑶，瑶瑶，你爸爸真的是在救人。老师，他就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子，你别再一错再错了。快点放了高耀祖！怎么，你嫌你的女儿死吗？如果你再动手，我就死在你面前。瑶瑶，你宁愿相信这个混蛋，你都不愿意相信你自己的父亲。我就是鬼道神医，我这一辈子只知道救人，我从来就没有伤害过人。鬼道神医医术卓绝，怎么可能是你这种无能之辈？你个杀人犯，还自诩医生，连你的女儿都不相信你啊！你要是再不住手，我就死给你看。瑶瑶，我是一个医生，救人是我的使命，对不住了。华正姐，我要跟你断绝父女关系，你住手！啊，这妈，还不给我上！哎呀，我的儿子啊！上！高总啊，耀总都死了这么久了，这个庸医还不放过他的尸体，这是人神共愤呐！华中锦，我要你下地狱给我儿子陪葬！爸，儿子，你真的没有事啊，儿子！爸，放了安然吧，我没死。华仲景，我果然没看错，你真的是鬼道神医。华医生救我的时候，你为什么阻拦他？你有什么居心？儿子，你还没有恢复，你先休息，剩下的交给爸。你个混账东西！差一点听了你的鬼话，亲手害死了自己的儿子！我的诊断不可能有错呀！高耀总明明就是死了呀！活过来就好。去死！华院长，你父亲是个伟大的医生，刚刚若是没有他的话，我父亲可能就白发人送黑发人了。所以，我一直是钦佩的人，竟然是一直我厌恶着的父亲。我的父亲竟然是个大英雄。瑶瑶，我的孩子，当年你妈的事儿，我真的是不知情。我为了给国主治病，不得不离家20年，我没办法回来。爸爸知道你们需要我，但是大夏更需要我呀。其实，你要是能回来，我都想好了，你只要道个歉，我就可以原谅你。但是你一直没回来，所以我就好生气。啊，对不起。不，孩子，是爸爸对不起你。
混账东西，差点让我得罪了神医。不对呀，我的师傅是王权医师，而王权是鬼刀神医的徒弟。你们为了一个冒牌货这么对我，就不怕遭到医疗界的封杀吗？冒牌货？对呀，如果他是鬼刀神医的话，那他就是我的师祖。我的师祖，我能不认识吗？虽然你把他救活了，但是你冒充国医也是死罪一条。无为可是王权的徒弟，他怎么可能不认识他自己的师祖呢？华医生刚做完换头手术，他怎么可能不是鬼道神医？他运气好，巧合罢了。一个连见我面的资格都没有的人，竟然自称是我的徒孙，真是厚颜无耻啊！狂妄！你还以鬼道神医身份自居啊？你可不知道冒充鬼道神医的后果是什么吗？我听说上一个冒充鬼道神医的人被国主封杀了。何止啊！他的亲人和朋友也受到了牵连，无论得了重大疾病，没有一个医院肯救治啊！华瑶，你靠你自己的努力当上了院长，拥有了今天的地位，你不想因为你的蠢爹而把这么多年的努力付之一炬吧？爸，事到如今，你就跟大家说实话，你到底是不是鬼道神医？我无需向他们解释，孩子，我只会向你发誓，我就是鬼道神医。你装？你还在装是不是？你信不信？我马上给我的老师王权医师打电话，让他过来当面拆穿你。请。华瑶，你知不知道？如果我的老师王权医师知道了你的父亲在冒充国医行骗的话，那你的职业生涯可就彻底的葬送了。恰恰相反，失去这么多年奋斗、打拼一切的成果的人，一定是你。好，嘴硬是不是？你等着，别按错号码啊！王强老师，我跟你说啊，有一个农村来的赤脚大夫在华济医院冒充您的老师。什么？对，冒充鬼道神医。去华济医院，我老师乃是国医，偏有人敢冒充胆，找死！偏有人敢冒充胆，找死！听见了吧？听见了。我老师马上就回来。如果你现在给我下跪磕头认错的话，兴许我还可以放你女儿一条生路。无为，别怪我没有提醒你了。王权的脾气可比我要大得多。他要是真的来了，下跪求情的人绝对是你。高总，虽然你儿子的换头手术成功了，但是不出意外的话，用不了多久就会出现严重的并发症。你说这话什么意思？也就是说，你纵容这个庸医的话，也就是彻底得罪了鬼道神医。到时候你儿子发病了，那可真是无医可治，只有死路一条啊！那他万一是神医怎么办？那我就不再行医，而且辞去仁爱医院院长一职。那我就不再行医，而且辞去仁爱医院院长一职。好，记住你的诺言。难道华仲景真不是鬼道神医啊？那就麻烦了。王权
地位崇高啊！如果他知道咱们医院有人冒充神医，那我们就完了。高总，您是想得罪国医协会，还是马上收拾这个骗子？孰轻孰重，您自己定义。爸，华先生救过我，家不让我安逸。爸得罪不起神医，就不能看着你死。来人，抓住华仲景！高总，你糊涂啊！如果你动了华医生，那就是与整个医学界为敌呀！他与赤脚大夫有什么能耐？高总，办他！你敢！老师为大夏的医学事业奉献了一生，卸甲归田，却被他人冒充，冒认伤害老师的人，我绝不会轻饶。还有多久才能到？还有30分钟，加快速度，10分钟之内必须赶到。瑶瑶，爸，虽然我到现在为止也不敢完全的确定你就是鬼刀神医，但是妈妈当年跟我说过，让我好好照顾你，我不能让你受伤。好一副这父女情深的样子啊！行，那我就成全你们。哎，刚才揍我那几个人呢？来，把他俩按住！干什么？干什么？你们！吴磊，你这个混蛋！你赶快放了我的女儿，这跟她有什么关系啊？放开他。行啊，除非你自断左手，否则的话，我就废了他。一会儿看见了冒充老师的骗子，你们不要手软。是。你这个畜生！看样子，你这个失散了20多年的女儿也没什么感情啊！啊，你爸他都不管你呀！住手！我自非左手。华仲景，你可是大夏的神医，如果你的手废了，以后谁来济世救人？前半辈子，我为了救大夏，放弃了我的亲人；后半辈子，我什么都不要，我只要救我的亲人。看见了没有啊？当初乖乖的把华济医院交给我，不就完了吗？现在我不但要废了你的父亲，而且收购你华济医院的钱，我1分都不缺。你答应过我的，放了我女儿。你真是一个好父亲呐，太感人了，只怪你太蠢。瑶瑶，我杀了你！我要杀了你！你这个庸医，我杀了你才是！好，老师，师傅，你总算来了。我这里收拾那个冒充国医的骗子。冒充？他的手是你伤的？对呀。你要是觉得我惩罚不够重的话，那我现在马上去砸断他的腿。真是个蠢货！老师，对不起，是学生们来晚了。你竟然
叫这个庸医为老师。你说什么？庸医？他可是大夏医学界的泰斗，找神医也配叫他庸医？他就是医学界的泰斗，鬼道神医，是我的师祖。有点疼，忍着点儿。爸爸帮你把静脉接上。华医生，可是你的手已经废了。这个不用担心，老师的单手就可以施展十指缝合术。这神经连接术竟然这么快就能完成了！你真是神医！是我真蠢，竟然都不相信。没事，我竟然得罪了鬼道神医，还废了他的左手，我这都是干了什么呀？我太蠢了！老师，是先生我识人不清，本以为他是良医，把他收入门下，但没想到他的品性如此的恶劣。神医，我错了，我有眼不识泰山，我求求你原谅我吧，我错了。我鬼道神医的门下，绝不允许有这种利用病人敛财的医生。王权在，将他逐出师门，送交警卫所接受调查。是。我错了，再给我一个机会吧。是自作自受。神医。我也是为了儿子有病乱投医，做错了事，我愿意拿出我的100亿资金，求你，我要迁就我的儿子。高总，你的100亿资产我不需要，但如果你有这份心意，就把这些钱捐给那些看不起病、做不起手术的穷人吧。瑶瑶，我们回家。本台消息：樱花国爆发传染病，现已100人感染，请注意防范。稍等一下，爸，你怎么来了？瑶瑶，是这样，爸爸的恩师啊，马上就要退休了。可他在永安镇经营的诊所没有合适的医生坐镇，所以他希望爸爸能过去帮忙。爸，你去吧。可是爸爸答应过你，要一直陪在你身边了呀。虽然我也挺舍不得你的，但是你能有如今的成就，跟你恩师的栽培也是分不开的。既然如此，他需要你去帮助了，那你去给他帮忙，那是义不容辞的。那爸爸可真去了。路上小心。行，那你要多多休息，别太辛苦了。没事。走了。爸，你老糊涂了吗？30年前是你把华仲景赶出师门的，现在竟然邀请他回来做院长。那还不是因为钟景拒绝你表白，你要死要活逼着我赶走他。他走是因为他医术不精，我可不能眼睁睁看着诊所毁在他手里，我要回去。你现在又不学医，回来干什么？你不会对他余情未了吧？哎呀，这哪来的乡巴佬啊，土了吧唧的。哦，保时捷呀，这得几百万吧，真有钱。你看什么呢？你这一辈子呀，都坐不上这么好的车。华医生，去哪儿？我送你。这么有钱的人，竟然让个土包子上车。邱会长，不用了，公交车来了，我坐公交车方便。口臭明显，面色蜡黄，你可能有胃癌，赶紧去医院做个检查吧。你说我呢？你才得胃癌呢，还敢咒我？
体检报告出来了。什么？我真得胃癌了？哎，乔子，听说现在国外闹这个传染病挺凶的，你这刚从国外打工回来，你不会中招了吧？胡说什么呢？我又不是从感染区回来的，怎么可能中招？你看你这老咳嗽，你这挺埋汰的。没事，撒通书。哎，老哥，您这脖子上的红色斑痕是胎记还是？什么胎记啊？深深道。哎，我也下车了。今天玩的可高兴，我们差不多1个小时就回来了。好，那我先挂了。奶奶的，你会不会开车啊？果哥，我还砸死了个孩子！你别吓妈妈呀，乐乐！来人呐！谁来救救我的孩子啊！快来人呐！乐乐，我家开诊所的，我也学过医，我能救他。喂，120吗？这个小孩被广告牌砸伤了。刘雅，你快住手！你这样会害死他的。华仲景，你快松手啊，刘雅！你摁错了位置了，你这不是在救人，你是在害人啊！不想你儿子没命的话，赶紧把这个疯子拖走。你给我滚开！你不要耽误医生救人呐！刘雅，华仲景，我爸教你的解剖学，你是忘了个精光。我摁的是颈静脉，摁这个位置可以止血，你懂不懂啊你？如果他是一个成年人，你摁的位置没有错，可他是一个孩子呀，你摁的不是他的颈静脉，是他的呼吸道。孩子现在就快没有呼吸了，难道你看不出来吗？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呀？我的孩子他怎么了？等一会儿救护车来了，你就知道救你儿子的是我，他就是个捣乱的。你快松手啊，刘雅！你这样孩子会窒息的。不可能，我摁的位置没有错。他没有呼吸了，他为什么没有呼吸啊？我的孩子怎么了？让开！你在干什么呀？啊！他有呼吸了，是你救了我的孩子。我是医生，这是我应该做的。对不起啊，刚才我确实太着急了，对不起。大哥，我求求你救救我孩子啊！只要你救我孩子，我性命搭上都可以。我求求你了，大哥，我求求你救救他！我求求你。玻璃刺穿胸口，心脏都已经碎了，你孩子活不成了，你准备后事吧。怎么可能？我就这一个儿子，不可能！不能活，是张力气胸。你胡说八道什么呀？你都没有做 CT， 你怎么知道是气胸啊？现在必须马上排出胸腔气体，否则孩子会窒息而亡的。排出气体？难不成你在大街上给孩子做手术啊？这里可没有手术工具，你也太异想天开了你！谁说大街上就不能做手术了？不是，等会儿。哎，乐乐，你坚持一会儿啊，乐乐。老板，有刀吗？好，有的。好，白酒，那个手套有吧？好，对，还有软管，有软管啊。好，谢谢。喂，还没拿钱呢。让开！你要干什么？
这是全军环境，你在大街上给孩子开膛破肚的话，和在大街上杀人有什么区别？现在不救，他必死无疑。放手，孩子没时间了。快来帮忙呀！这个庸医他要生跑了这个可怜的孩子，快点儿！哎，你放开我什么呀？大街上给孩子开膛破肚，你有没有人性啊你？孩子妈妈，你听我说，救护车最快20分钟到，而你的儿子，他的生命最多能坚持1分钟，怎么选？你自己决定。我信你，我相信你，我相信你。信什么他呀？全军环境给你孩子开刀，要是他死了，你这个做妈妈的就是罪魁祸首。我儿子要是死了，我就拉你同归于尽。还不放开我！孩子都没呼吸了，死了。妈妈不应该随便相信别人。好你个庸医，居然敢害死我儿子！妈妈。醒了！对不起啊，没事了，肺部扩张，胸腔气体排出，气胸判断正确。哎，太神了！这才是真正的医生哎！什么太神了？当街给孩子开刀，万一细菌感染了，孩子还是个死，我才是想救他好吗？我看你是想杀人吧你！就是污蔑神医，又不是。细菌感染只是概率，但孩子如果不开刀，他必死。你连是都不是，就放弃一个病人，刘洋，你还是不适合做医生。华中姐，30年前你瞧不上我，30年后你还瞧不上我，凭什么？哎，大哥，你真是太了不起了！你在哪家医院上班？回头我生病了，我得找你看，我得。我是镇上康安诊所新来的医生，以后大家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可以去找我。好。哦，对了，我上车的时候坐在这个位置的那位大哥，你有他的联系方式吗？没有，我跟他是在工地上认识，我就知道他叫老李。希望是我看错了，否则整个小镇的人怕是都要遭殃。老婆，我回来了，咱宝宝踢你肚子没有？哎，等他出来了，我替你揍他的小屁股。康安诊所。死开了！大哥，你怎么开车？你闯红灯了呀？你这！他妈的！你把我的车撞了，你赔得起吗你？大哥，你搞错了吧？你闯红灯在先。我跟你，哎，你他妈不跟我计较？你知道我是谁吗？啊，我是永安镇的看法子小龙，你配跟我计较吗你？啊，小龙我不认识，我得去医院了。我这有，去医院？你讹我是吧？等等，跪下，承认自己是狗，不然我砍死你我！你跑啊！跑去吧你！哎，别跑！别太过分了！
我他妈的别过来！你还会玩刀啊？来，瞧瞧这头，捅啊！够了！哎，还留着干什么？赶紧送医院啊！救我！王医生，哎，老院长退休后，你是咱们诊所唯一的医生，按理说应该是你做院长，怎么会找一个外人啊？我呀，没别人会舔，说不定那个人呢，他就是一个只会耍耍嘴皮子的佣兵，能不能留下还不一定。患者左腹受伤，快准备手术。哎，你谁呀？滚开！啊，我是新来的，是他杀我，我只是能防卫而已。他要杀你，他怎么不去杀别人呢？少跟我在这儿说些没用的。这刀插这么深，这人我可救不了啊！把刀拔出来，他就能活。真是个无知的土豹！你把刀拔出来，他血就会喷了，这人死会更快。患者身上的血都靠这把刀堵着，确实不能拔。没有在第一时间询问病人受伤时候的状况，就仓促的下诊断，你就是这么当医生的吗？你谁呀？你教我怎么做医生？心包结血，压迫心脏。你连片子都不拍，就知道这心包积血？行了，赶紧走开，别耽误我救人！放开我！我是新来的院长华中锦。院长？对。你就是那个新来的院长啊！看来你还真的是不同凡响啊！一上来就信口胡说，什么心包积血？不好了，病人血压骤降到60，这情况危急，快准备骨髓针进行穿刺。哼，我行医20年，从来没见过一个心包积血。今天你要是把这个积血抽出来，我原地辞职。抽出血了。他得救了。哇，看到没？血是黑色的，估计啊，他把人的心脏都捅穿了，也是黑色的。这人没救了，通知家属火葬场吧。什么？病人血压恢复了。病人血压恢复了。手机。
张护士，叫救护车，把他送去市里医院。是。王永涛，你履行自己的承诺，辞职吧。怎么，你要开除我？刚才要不是我在这里，这个病人现在就已经死了，你知道吗？就算是大医院的医生，不做 CT 也判断不出病人他是心包积血。你就凭这个你就开除我，这对我太不公平了。王永涛，能不能治好那是技术问题，有没有尽力那是良心问题。你连病人受伤时候的基本状况都不去了解，就判断其死亡，你根本就不配做一个医生。行，你有走的钱。医生，谢谢，谢谢。以后不要那么冲动。喂，那个华仲景啊，他在诊所直接给人开刀，差点把人给害死了。呀，你要是再不管，你爸在诊所估计要被他折腾没了。我不会让他胡作非为的。医生，医生啊！你快看看，我男人今天一回来就咳嗽发烧，现在连路都走不了了。哎，老哥，您这脖子上的红色斑痕是胎记还是？是你！来，快躺下。来，慢点。喂。他除了咳嗽，还有什么其他症状吗？还呕吐，还拉肚子，精神也不怎么好。这到底是怎么了嘛？量体温。好。顾小姐，这边你低调完了。好，来了。要走了，来吃个苹果。谢谢。医生，医生，医生，怎么了？我嗓子好不舒服。我上吐下泻呀。是神秘病毒。这是怎么回事啊？站住！从现在开始，任何人不准走出这个大门。张护士，立刻给卫生所打电话，封锁医院。来第一天就封锁诊所，谁给你的权益？刘雅，他们脖子上都出现了红色斑痕，这是恶性病毒的标志啊！明明就是普通发烧引起的红疹，只要我给他们打一针，保证药到病。对嘛，就是红疹，什么病毒呀？太吓人了！王大夫，大夫你去打针。站住！站住！短短的一个上午，一车的人都出现了喉咙痛的标志，而且每个人的脖子上都有红色斑痕。你们觉得这仅仅是普通的红疹和感冒吗？什么病毒呀？要真有病毒的话，我们怎么没感染上？你们看，躺在病床上的这个男人，他去过感染区，他身上携带着病毒。你胡说！我男人没有去过感染区，你不要污蔑我男人！你撒谎！你知不知道你这样会害死很多人的？得了吧，你自己治不好病，非说别人是传染病，
无能嘛，就不要找那么多借口。王叔，让这个庸医见识见识什么是真正的医术。大妹子，不用担心，你老公啊，他就是普通的感冒，打了我这一支退烧针，他立马能够醒。住手！住手！你是医生，你知不知道退烧药里面的成分会让他的病情加重了？给他打，出了事儿我担着。这是一条人命啊！你这个责任你担待得起吗？你走开！我相信王大夫，不相信你。王大夫，你快打吧。怎么样？怎么样？我说醒了不是？就是你老公啊，是什么传染病，只是普通的感冒。你别吓我！快救救他！他也有什么三长两短，我跟你没完！张护士，拿这把美林过来。是，孩儿爸。怎么样？好了吗？他醒了？难道他真的是传染病？王叔，这到底怎么回事啊你？根本就不是他那个药的作用，是刚才这个病人他已经把那个病气吐出来了。原来如此啊！华仲景，你还抢别人功劳啊？要不要脸呀？卫生所吧，我要你们马上。他呀！他要把我们所有人关在这里！放开我！放开我！我告诉你们，现在病毒还处在潜伏期，必须控制，传染源不能扩散，然后再结合我的治疗方案，我才能保证你们每一个人复原啊！王大夫可是医院里资深最老的医生，行医20多年，他说是感冒，那就是感冒。放开他！你们知道他是谁吗？敢动他，怕国主怪罪。你跟国主扯什么关系啊？你这么护着他，怎么啊？你是他老婆呀？我和邱会长只是普通朋友关系。是不是普通关系，你心里最清楚。吵个没完了，走，咱们去省城大医院。你们走不了了，我刚才在门口已经听了始末。我以医学会会长的身份，刚才已经给卫生所打了电话，让他们封锁了这里。哟，你还是医学医疗会长呢？哼，那我还是鬼刀神医呢。果真呀，这出门在外，身份都是自己给的。就是，还封锁诊所，那我都要看看卫生所的人听不听你。你好，里面有病毒，这里不让进。咱们走。这门怎么打不开呀？怎么打不开呀？你放我们出去！放我们出去啊！等大家治好了，自然会放大家出去。大家不用害怕，这个病毒我有100%的把握治疗，只要你们愿意配合。根本就没有病毒，你把我们这么多人锁在这里，到底什么意思啊？哎，你们怎么了？你别碰我！你放开我！他们怎么了？你们想办法呀！他们怎么办呀？这种情况我也没遇到过呀，这也许
真的是传染病。血，怎么回事？救我们！想让我救你们可以，只要你们把今天去到的每一个地方以及接触到的每一个人都把它写下来。我们都认识20年了，别人不清楚，我还不知道吗？你就是个庸医，要是真有什么病毒的话，你也救不了人。只要老老实实写下自己行动轨迹的人，才能拿到药。利巴韦林刚才救了李大强，他治疗病毒的效果，相信刚才大家有目共睹。站住！你们谁再敢过来，我现在就把药烧了，你们每个人都吃不到。好啊，华仲景，你还敢威胁病人，对病人见死不救，你配做医生吗你？我老婆尿毒症，孩子才3岁，家里就我一个人是顶梁柱，我不能死在这啊！是不坐公交就没这么多事儿。这病毒不到城里去找那些有钱人，专门到乡下来坑我们这些穷人，鬼老天呐！华仲景，你不是想救人吗？我让你一个都救不了。脖子怎么不舒服？啊切！不好意思啊。华仲景，你要是真有本事的话，就把诊所里的人先治好，再想外面。是啊，大家听我说，这个病毒，我的的确确可以把它治好，但是需要时间。可你们的家人们呢？他们等不起啊！你这话什么意思？你们都看到了，这个病毒的传染性相当的强，你们的家人或许已经被传染上了。如果他们的病情恶化，又得不到专业的治疗，那他们只有等死啊！你别以为我们不懂，你就吓唬我们。信不信？随你们。死不要紧，我家里人不能有事啊！我写。邱会长，给每一个写完的人发一颗利巴韦林。你们就这么容易被他给忽悠，真是蠢！谁啊？干嘛？你的脖子。这怎么啊？怎样？你也写？我写个屁呀！华仲景，都是你害我！要不是因为你的话，我根本都不会回这里，更不会染上病毒。气死我了！他喜欢华医生。不要再胡搅蛮缠了，快写！我不，你越是让我写，我就不写。你不顺心，我就开心。你不要再耍小孩子脾气了，你知不知道你这是在拿人命开玩笑？来，我知道他的行踪轨迹啊，我来写。你看，你把药发给我们，别耽误时间呢。王硕，你也信他？你怎么了？这病毒恶化的速度比我想象的要快。要失效了啊！我就说他是个庸医吧，他根本救不了人。谁来救救我们啊！神啊！神啊！大家听我说，激动只会恶化你们的病情，
你们先冷静，我保证你们会平安无事的。保证要是有用的话，这个世界上都不会有死人了。别人的保证没有用，但是华仲景的保证一定有用，因为他就是鬼刀神医。刀神医，那可是专门救治国主的国医，他的名字只能在电视上出现的大人物。他要真是鬼刀神医，那我们就有救了。大家看，这株草药对病毒有奇效，在疫苗配出来之前，你们的嘴里可以先含着这个。坟头草仙佩兰，不愧是神医，竟然想到用草药延缓病情。还说你们两个没有奸情，靠这么近，当我们瞎呀？邱会长，别理他，你和张护士把仙佩兰发给大家。你们两个就不要用这种小小伎俩出来骗人了吧？骗我们？哼，大伙儿听清楚，这个是坟头草，根本没有治疗病毒的作用。他呀，也不是什么鬼刀神医。华先生就是鬼刀神医，我可以证明。你们两个狼狈为奸，你的话更不可信。王叔，告诉他仙佩兰的作用到底是什么？这个呀，可以去湿气、除口臭，但是确实没有清毒的功效。大伙听清楚了吗？仙佩兰没有去除病毒的功效。华仲景，你要不要发一下毒誓，告诉我们仙佩兰可以治大家伙的病？要不能的话，不得好死。华先生好心救人，你却逼着他发毒誓，你太过分了。我过分？要不是因为他，我们大伙能锁在这里出不去，只能等死吗？哼！再说了，鬼刀神医的身份无人知晓，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出现在这个小诊所里。他要不是鬼刀神医，我们就没办法得救。我可不想死啊！还说自己是神医呢，华仲景，你敢不敢发毒誓啊？发毒誓如果有用，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坏人了。我就是鬼刀神医，你们信就信，不信就等死。听见了没？听见他说什么了吗？这个庸医让我们等死，医生怎么可能说出这样的话？鬼刀神医悬壶济世，怎么可能说出这么无医德的话呢？啊，是不是？我是医生，我不是神仙。你们如果不信任我，我怎么帮你们？只要你能救我男人，让我肚子里的孩子平安出世，就相信你。含着。信他是死，这不信他也是死。我信，我信，我也信。王叔，你也信他呀？不是，这个他没有毒，你含在嘴巴里没事的，你就当是心理安慰。你们一个个的真是蠢，别到时候死了再来后悔。你敢打我！明明不是医生，却一次次干预华先生治疗，你让原本燃起希望的病人们再一次陷入绝境，你这和杀人有什么区别？什么杀人啊！你别在这道德绑架我！你们都听到了吗？他根本就不在乎你们的生命，他只是单单的针对华先生。你们大家如果再继续听刘雅的话，就等于自寻死路。不，我们就相信神医。啊！
台北不正，必须马上手术。可是咱们诊所没有手术室，我们又被锁在里边，也出不去啊。这是我们做了3次试管，花光家里所有的积蓄才怀上的，孩子不能有事，求求你们，求求你们啊！如果不能及时手术，恐怕要一尸两命啊！没有手术室，就搭一个手术室，在这生。我要先把你肚子里孩子的胎位摆正，会非常疼。只要孩子能够平安出世，我什么都能忍。邱会长、张护士，你们摁住他，千万不能让他动，忍着点。当年我媳妇生我，都没叫得这么惨。又不是你媳妇生孩子，你在这晃来晃去的，晃得我脑子都疼了。吵什么呀？哎，我老婆呢？哟，你醒了呀？你老婆在里面惨叫了呗？不是，你说什么？有一个庸医啊，强行给你孩子抛生，就在帘子里面呢，你还不赶紧进去瞅瞅呀？邱会长，你去外面，让他不要吵，免得干扰产妇生产。吵什么？华医生正在抢救你媳妇儿。你放屁！还要抢救我媳妇儿？我媳妇儿叫这么惨？华医生，如果出现什么问题，你们的病就别想治好，还不快把他给我按住！你给我放开！哎呀啊！放开我！哎，放开我！放开我！好，胎位正了，准备剖腹产。咱们诊所的麻醉剂不够大，要是直接剖腹产，他会受不了的。只要孩子能够顺利出生，多疼我都能忍。华医生，准备好了。10号手术刀。这放开我！哎呀，这都好一会儿没有动静了，该不会死了吧？山丹，你冷静点，请相信我。给我滚一边去！
儿子，大强，是华医生救的咱们娘俩，他是咱的恩人。母子平安，以后做事啊，不要这么冲动。华医生，谢谢。我儿子。媳妇儿，你看我们儿子辛苦了。华医生，邱会长，大家的病情怎么样了？真是虚伪！你推我干什么？刚才就是你吃进李大强，让他差点害死了华大夫。你别胡说八道，我可没有。见过贱的，还没见过你这么贱的！再敢对华大夫不利，就别怪我打女人了，我的拳头可是很痛的。这可是我爸开的诊所，这是我家的地盘。还好病情没有恶化。华仲杰，你让我受了这么大的委屈，我不会原谅你。我老婆还在里面呢，赶紧把她放出来！对，我儿子也在里面。神秘病毒没消灭之前，谁都不能进出。永安真岛康安诊所爆发神秘病毒，据诊所内病人传来消息，有一位自称为鬼刀射手的人正在里面救治。哎，黄院长，你后看。我爸还在诊所呢。哎呀！华大夫，这个病人高烧40度，发生了抽搐现象。张护士，静脉推出60毫克通力克。看看这就是怎么还没有效果？当然没有效果了。国外感染神秘病毒的患者发烧到40度，不到10分钟人就死了呢。又在这儿胡说八道，又想吃我拳头了？这是关于神秘病毒的报道，全球可是没有一例患者被治愈。人一旦发烧，10分钟内必死无疑。打脸！还真没有，我们都得死在这，我可不想死啊！大家先冷静一下，华先生真的是鬼刀神医，请相信他。现在可距离他发病已经过去2分钟了，还剩下8分钟，你们就知道我说的是真的了。不会让他死的。准备匕首和软管。是，他根本救不了人，你还听他的干什么？放开！这可是我爸开的诊所，你要不听话，把你开除。开除就开除，你这么狠心，难怪老院长不愿把诊所交给你。哎，你个死丫头！哼，他根本就救不了人，你们还相信他的，你们就等着后悔。知道了。你以为你给他灌冰水，他就能活了呀？还有8分钟，他必死无疑。又过去1分钟了，别做梦了，赶紧放弃吧。人都不动了，是不是死了？不，他被救过来了，他被救过来了。啊！救醒了，那又怎么样呢？你又没有研制出攻克神秘病毒的疫苗，那大家还不是得死？不，
我早已经研究出来了。不可能！红色瘢痕、发烧、抽搐，都是自体免疫系统在攻击自己。什么乱七八糟！只要以毒攻毒，用和神秘病毒毒性差不多的 X 毒株做一碗，与你们身体内的神秘病毒相结合，就能改变病毒的形态，实现痊愈。华大夫，这未免太冒险了，稍有不慎，人体的免疫系统就会被破坏啊！这是最快，也是最有效的方法。我已经让王权把 X 毒株拿过来了。王权 ，X 病毒感染性极强，目前没有很好的治愈方法，您使用的时候一定要慎重。你放心吧。哦，毒性这么强的毒株，你要注射到我们身体里，那和要我们命有什么区别？谁想先试一下？大家都不敢试吗？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你们都不相信我。命只有一条，我可不敢赌。你自己不也感染神秘病毒了吗？你怎么不拿自己做试验呢？我也感染上了。那正好，我拿自己做实验。等等，二正经，你疯了？什么东西都敢试啊？华正经呀，华正经，你就找死吧！没事吧？你现在身体里啊，可有2种毒素，你必死无疑。华大夫，你没事吧？华大夫，我劝你啊，还是别碰他，别到时候感染了，跟他一块儿死。华大夫不会死的，我相信他。就他这个死样子，谁敢相信他能战胜病毒呀？鬼招神医都治不了神秘病毒，我们都要死了吗？我还没结婚呢，我可不想死。华大夫，大家快来看，华大夫的红斑消退了。我没事了。X 毒株真有效。邱会长、张护士，给大家注射 X 毒株。哎，华大夫，给我打一针，打一针，打一针，打一针。门开了，老婆，没事，老婆，走。爸，瑶瑶，你没事吧？爸爸没事。瑶瑶，你爸救了大家的命。爸，你是英雄。爸爸不是英雄，爸爸只是一个技术高超的好医生。什么好医生？不就是打了个针？哎，优雅。怎么样？糟了，他拒绝注射 X 毒株，导致现在病毒已经进入到他的骨髓。X 毒株对他已经没有效果了。那现在怎么办？现在唯一的办法，只能用战胜过病毒的骨髓注入到他的体内。既要战胜过病毒的骨髓，还要型号匹配，这么短的时间，去哪儿找啊？刘雅的父亲，我的恩师，曾经化验过他和我的骨髓，我们的型号相同。现在，只有用我的骨髓，才能救他。华先生，
可这有生命危险。顾不了那么多了。爸，我是医生，别无选择。邱会长，这个手术你来做。华先生，快，再晚就来不及了。行。这是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病毒已经侵入你的骨髓，刚才是华医生用他的骨髓救了你。别说了，我们走。等等，我害了你这么多次，为什么还救我？医者仁心，救你，我义不容辞。但我作为医生，只能治你身体上的病，你内心的毒，只能靠你自己解。爸，虽然你是医生，但是下次能不能再多顾及一下你自己？孩子，我们做医生的，从披上白大褂的那一刻起，肩上扛的就不是职业，是生命。